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首先我们要来进行的，这部从宜兰坐专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 V8 M119 引擎500 SL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那首先因为最近大哥比较忙所以说很少说在晚上做这个引擎测试。那首先我们看到大哥已经把这整个引擎室里面每一个细项都做清洗，然后做保养。我们看到每个地方都是干干净净、油油亮亮的。我们希望说，这部车子从大哥这边离开之后呢，它有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车主从大哥这边把车子接回去之后呢，我希望在3年内只负责加汽油、换机油。那其他关于点火、油路的部分，关于引擎的整个运作的部分，大哥已经彻底检查过一遍了。那我希望说这个车主呢，对这部车子有个新的开始，能够再快乐的开20年。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油盘，大哥整修过这个分油盘，看起来相当干净，相当漂亮，因为里面外面都已经全部整修过一遍了。那这部车子会坐专车来找张大哥的原因，第一个，因为分油盘它的堵塞供油量不足。那在大哥机台上面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应该在190 ml， 结果它大概每一缸都很平均带回到堵塞，都落在大概在70-80 ml 左右，等于190少了110，所以这车子是供油不足，发不动，这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大哥有做影片回报说他的点火系统是有问题的。那大哥已经把这盖子分电盘的盖子，左右分电盘的盖子都已经盖上去了。上一支引擎测试的第一部分的影片，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它的分电盘因为它是 V8， 所以它是有2组分电盘这边有4缸的分电盘，这边有4缸的分电盘。那他们的点火方式是这边这个负责4缸，跟左边这边的6、7缸。那这个也就是交叉的。那这个分电盘的4缸是负责它的5、8缸跟这边的2、3缸。那因为当时大哥把分油盘整修好以后，也发不动。然后后来发现它原来第一个它的高压线首先我们讲它高压线圈，因为分电盘有2组，高压线圈有2组这一组是这个高压线圈是负责右边那4缸的另外这个高压线圈我们现在看不到负责左边这4缸的分电盘的供电。那应该第一个它的高压线这一组高压线坏掉了，高压线圈坏掉了。那连带的它这个分电盘的高压线主线，也就是从高压线圈一直来到给分电盘这条主线是断路的，烧断了。那这个原因呢，所以造成引擎根本发不动。这4缸这边的分电盘这4缸完全没有供电，所以引擎发不动。那为什么会高压线这主线也断？那这个高压线圈也坏，原因大哥在猜测，可能是因为高压线圈短路了漏电，应该讲说是漏电，造成它高压线烧毁之后，把高压线圈也烧毁了，应该原因是这样子。大概大哥的猜测是这样。然后后来换上去之后，引擎发动之后呢，很奥妙的，
这4缸哦，1、4跟这边的6、7缸，哎，没有火花，但是主线过来，因为大哥换新的哦，也就是说换了一边的高压线圈，高压线，然后呢，哎，奇怪没有火花。然后我在上一部影片第一部分啊 Part 1的影片有介绍说很奥妙的，它竟然这边没有点火啊，引擎还很顺畅，但是因为其实是有点火，但是我从我的火花测试器看不出来，它还是有一点点的火花，但是在我的火花测试机看不出来。那引擎发动起来之后，哇，这个高压线圈不供电哦，这个分电盘不供电，但是引擎很顺畅，但是怠速也很稳定啊。我们有空可以回去看我第一部影片的测试，这很奥妙的一件事。竟然高压电，分电盘没有把电分出来，竟然引擎还是顺畅的，怠速也稳定，但是我就闻到浓浓的臭油味啊，就是燃烧不完全啊。那排气管也不喷水，大哥知道啊，因为火花测试器发现，哇，这个分电盘有问题。然后呢，分电盘外壳分电盘交换之后，状况并没有改变，但是呢，它的打火头都出了问题。怎么检测打火头数据、电阻值、磨损程度都差不多，但是它就是不供电。因为它2个分电盘是跟打火头是同一个规格，一交换之后就发现了。然后呢，大哥把分电盘没有换，但是打火头把它2个都换新了。那这个原因应该就是打火头漏电。那为什么？怎么会烧这么多东西？应该就是漏电所造成的。那这个应该就是材质的问题，但是它又是 Bosch 的元件。那无论如何，都是他这边出问题了。那大哥已经把它全部换好了，然后经过测试也封住了。那这部车子呢，大哥来回报一下哈，大哥给我大哥的感觉。第一个，它的引擎角是不错的，引擎角我不知道有没有换过，这引擎角是 OK 的。8支火星塞全部换掉了。那喷油嘴，因为它是细牙的，我的很贵，一支快3000块，8支也全部都换新，它这个细牙没办法清洗。然后呢，分电盘的部分我现在建议车主，这分电盘打火都是新的，没问题。分电盘的寿命，可能在3万公里应该要换掉。那分油盘的话，应该20年以内应该没有问题应该不会堵塞，所以应该很快乐的开20年。油箱状况非常好，油箱完全没有污染但是我这边测出来的资料，等一下我们从回流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出油量油箱出油量状况相当好。然后汽油帮补 OK 的，它是2个汽油帮补这是大排气量就是2个汽油帮补 OK 的。那气压器漏油大哥换掉了。再来呢，我们要讲到它的皮带这个皮带还有皮带已经到底了，皮带应该要更换建议皮带在短时间之内，皮带跟皮带的调整器应该都要换掉，因为大哥已经把它锁到底了。那表示说调整器到底了，应该要换了。那皮带呢状况也不好，应该要换。那再来这部车的刹车油大哥更换了刹车油严重的含水量过高。机油大哥也换新了所以机油我们建议还是5000换。那变速箱油也换了变速箱油可能就差不多5万以后再换再处理。那至于说它这部车的行进当中给大哥的感觉，避震器是很棒的避震器很棒。那避震器的看起来也没有改装，还是原装的避震器很好，没问题。
那它的刹车片呢，应该都磨损一半的，刹车片应该在3万公里以内应该要更换。啊，目前都是吃的平均都一半，没问题。那再来的话，等一下我们把引擎发动，我们来看看它整个引擎的状况。OK， 大哥来到车子里面来。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车门。这个车门大哥，它的升降机电动窗升降机大哥也换新了也不是换新了维修过了，因为它的那个升降机的马达坏掉了我们来看看这车内我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129的，它不是萤幕，它不是投影，它是背光的相当漂亮大哥也把这个改成 LED 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室内灯室内灯它的零件在这里面，室内灯大哥没办法处理整个我们来看它的里面的灯光，看起来相当舒服，那萤幕也非常好OK， 来，我们来做一个冷车发动。大哥来红火。温度现在40度，是冷车第一次启动，现在是有开冷气状态了。好，我们来启动。哇，这一点就着。我们听到皮带的声音呢，应该皮带要换了皮带跟调整器要换了。怠速大概在800左右。现在整个，因为引擎现在运作顺畅，这个 V8 的5000cc 的，尤其是 M119 跟 W124 的510同一颗引擎，跟 W140 的500SL 同一个引擎，但是我们这是机喷。那机喷的话呢，大哥的124的510跟这个500SL 同一颗引擎，M119，但是一个是电喷，一个是机喷，给大哥的感觉就是电喷的车子开起来比较温比较温。那机喷的呢，开起来它比较冲比较冲了，所以总的来说是比较冲。这个 M119 这引擎真的不错。如果跟560 SEL、M117 它的M119 潜力带来比的话，低速扭力差不多，但是呢，中高速，因为它是双凸轮轴的那多气门，所以 M119 绝对强过 M117 这个560的这个引擎。这个声音很可怕。这个排气管是原厂的排气管因为我大哥有看到它排气管原厂的，这是加速相当顺畅。很可惜，我们台湾有这个牌照税的问题，我们台湾有这个牌照税的问题，否则的话，这500的 V8 的引擎就开起来就是相当过瘾的。但是我们像它的音响我回报一下它的音响，因为我们看到这是 Macintosh 的音响，这是 Macintosh 的音响，这是顶级的音响，这是哑巴机，然后。大哥拆这个门片的时候，在维修升降机的时候有看到他用的是英国 Morel 的音响喇叭，所以他这个车主是对这个是很有考究的OK， 好，我们到外面来看看这个引擎的表现。首先我们看到上面有3个表，右边的是怠速马达，怠速马达的供电电压。中间呢是因为流量感知器大哥换新的，所以流量感知器大哥要校正它的充电电压0.93。那最左边这个是 O2 在做供油量的修正在做供油量的修正。
还有一点，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这个欧甘娜哦，因为冷气大哥清洗过了，你这30年的车子，冷气管路一定要清洗。然后呢，大哥，你看到我们这欧甘娜是完全的透明，这欧甘娜是完全的透明。那以它这部车子的冷媒量应该在1000克左右，1公斤左右哦。那大哥实际上所灌的冷媒量只有差不多在850左右，但是我们看到，哇，它这个是完全是透明的，那是代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管路清洗之后杂质没有了；第二个，我们在抽真空的时候呢，一定要抽得彻底。所以说，这个欧甘娜看到的就是完全透明，而且冷度，它的里面的冷度，室内大哥在实测已经达到5度了。那一加上它的热水阀是正常的，所以说这部车子应该在还有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回流量回流量我们看到这小数点下面就是3.1代表说汽油泵浦有打到前面来之后流回去的量，1分钟是是3.1公升，这已经是高标准了。那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所以它的汽油泵浦是没问题的。因为车主有在问我说这个汽油泵浦有没有问题？因为汽油泵浦是新的，滤芯它也是新的备份换下来的东西都在后面，我看到了。没有问题，这汽油泵浦很安心的再跑个15万公里，应该不会有问题。那这部车呢，回去之后呢，我希望车主呢记得，因为我们毕竟是老车老骨头，这部车如果说时速要跑上240、260的满标，应该不是问题。而且这部车的状况非常好，很幼气，它的缸压几乎都没有积碳那大哥去把冷气关掉，否则会稍微吵了一点。我去把冷气把它关掉。还有，因为它的这个汽油大哥加了1000块的汽油，现在红灯又亮了灯又亮了，这个耗油量还是蛮大的还有一点大哥发现说，他这部车子就是 V8的它的风扇它风扇都是阿鲁米的风扇，这个量很大，所以这部车子不会抓水温 OK 的我们希望说车子回去之后1个礼拜不跑的话，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让车子有水平都能够运转。虽然引擎这么好，这么样的幼气，但是我们应该目标是在跑20年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保养老车的方法，唯一的就是多跑，天天跑是最好的因为耗材我们129的耗材都还找得到，所以这不是问题无论如何对，要加95汽油记得要加95的无铅汽油油箱大哥建议维持半桶油就好了，因为油箱如果在油箱里面，汽油在油箱里面半年它就变质了当然，如果你常常跑，那 OK 加满；那不常跑的话，加个半桶油，那让汽油有循环以上大哥所报告的大概是到此为止很高兴能够把这部500 SL 能够把它修好了，让它有个重生的机会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